这是我的飞豹战机，今年是我下部队的第7个年头，现在我对它依旧保持着初见时的怦然心动。我是飞行员高普宇，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空军航空兵是怎么开训的。在我看来，不管飞什么机型，对飞行要始终保持一颗敬畏之心，认真严谨地对待每一次飞行，心存敬畏，精益求精，方得始终。今天我们的训练科目就是低空航线，还有山谷航线，结合靶场实弹飞行，还有就是日常空战线的训练驾驶。还有点特点，你像咱们飞那个航线111，包括飞那个山谷空飞行，因为现在雪后嘛，雪后这边雪还没有化，然后靶场这边视目标没有那么的好看，所以说目标识别这边，然后前期要研究好。党的20大代表，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1大队副大队长高普宇，是首个2次亮剑空军实战化品牌训练的女飞行员，并取得2021年空军金飞镖比武考核单机成绩第1名。在我看来，男人能完成的工作，我们女人一样也可以完成。今天我把我参加金飞镖考核的故事分享给大家。歼轰7A 又称作飞豹战机，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全天候多用途歼击轰炸机。中国空军呢有5大品牌：剑、蓝盾、金飞镖、金头盔、擎电。那么与金头盔齐名的金飞镖陆防突击竞赛考核，
代表着我们中国空军飞行员对地突防突击能力的最高水平。考核地域从大漠戈壁到远海腹地，再到山地丛林，考核指标从实弹打边界、低空飞极限、一次瞄准、一次发射、首发不中即为0分。考核情况更复杂，气象也更多变，难度系数更高。一旦出现了特情，处置难度大，对于飞行员的要求也更高。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考核前维持2个月的海上强训，我一天都不敢松懈。每天结束了高强度的训练后回来，还要复盘到深夜，在与机组其他人员研究如何突得远、打得准、战术战法配合的同时，我还要兼顾游泳、单杠、跑步等更项体能训练。最终呢，我没有辜负这2个月的努力付出。2架次的比武考核，我与我的后舱飞行员陆磊密切协同，合理分工，稳飞稳打，弹无虚发，最终取得激光弹径差最小、火箭弹命中最多的成绩。提导弹，提导弹，提导弹，1分钟，1分钟，1分钟。在2021年的金飞镖比武考核中，高普宇机组穿梭在浓云中，穿过海上舰船的层层封锁，成功突击到靶场上空，一击命中目标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次的成绩只能代表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果，最重要的还是过程。通过考核，比考促训，用考核来检验训练成果，一切从实战出发，一切为了实战，我们时刻准备着。像头盔跟氧气面罩呢，就不多说了，大家都比较了解。简单的介绍一下，首先是康和服，它的里面呢有气囊，如果有正过载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充气，然后阻止呢血液向下半身的移动，从而保证脑供血。这个呢是腋下救生器，我们这一身装备总共下来会有20多公斤，所以这上面有拉环。最后一个呢是这个个性化背带啊，这个也是最沉的，用来连接飞机上的救生伞。女飞行员这个头衔会给你一种稀缺性带来的瞩目，但是这背后付出的代价是对等的。
在面临身体、心理挑战的时候，我并不觉得我们女性会更难，大家都是一样的，有困难就克服嘛。并且天空之上不分性别，战场之上不分男女，只看输赢。打起仗来，子弹也不会因为我是女飞而长眼睛。我们首先是个军人，是个战斗员。高普宇时常把演训任务中积累的经验和战友们分享，共同研究，共同进步。身为飞行员，同时也是一名党员，我将用实际行动践行搏击长空心向党，飞行万里不迷航的誓言，书写捍卫蓝天的忠诚与无畏。返航的时候，看看机舱外的风景，俯瞰祖国大好河山，非常美丽而壮阔。那个时候，我觉得翱翔于蓝天的感觉真好。同时，我深知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，有更多未知的困难和挑战在等着我。开飞只能说是万里长征第一步。我是20大代表高普宇。你以为你努力了，但其实你没有。作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，我们就是要为战而生，为战而练。